关注最新资讯，把握经济脉搏。大家好，我是主播小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主要内容：5月5日，广州首轮集中土拍落幕。时隔近10年，被视作投资界风向标的李嘉诚旗下和记黄土再次出现参与土地拍卖，套现英国千亿，重现广州土拍，他又嗅到了什么？作为行业风向标的存在，或将带领港资企业进入内地房产市场。李嘉诚旗下和记黄埔的出现，给广州2022年首轮集中土拍带来了话题。业内人士表示，广州地价相对便宜，投资潜力大。李嘉诚本次参拍或引发市场对其投资方向的重新评判。5月5日，广州首轮集中土拍落幕。白云区空港大道中东侧 AB 2904003地块报名阶段，便吸引了保利、越秀、中海等实力房企，和记黄土同样在列。据了解，该地块距离地铁江夏站仅约500米，且临近机场高速，可快速到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广州火车站等重要功能片区。另外，地块所在的白云新城北部将着力打造为功能复合、空间联通、特色鲜明的现代高品质活力商圈，可见其地段优秀。根据出价记录来看，4月30日刚到可以报价时间点，和记黄土便率先出价23.6亿元。直到5月5日，经过多轮激战后，中海以27.2亿元加住宅自持比例9%拿下该地块，溢价率15%。颇具话题性的是，尽管和记黄土铩羽而归，但这却是其继2012年12月在武汉公开拍地后，再次现身内地公开土拍市场。广州地价相对便宜，投资潜力大。李嘉诚投资越南后又出手广州市场，说明其是根据市场形势来判断的。而这次参与广州土拍，或改变市场对李嘉诚撤资的误会。业界分析，此次李嘉诚参拍是因为广州属于1线城市，在市场低迷且政策利好的背景下，低价介入是个好时机。但事实上，近期土拍市场整体低迷。从广州本次土拍来看，18宗地块中15宗底价成交，2宗溢价成交，1宗流拍。广州曾是长实集团地产发展的重要阵地之一。90年代时期，内地房地产建设突飞猛进，和记黄土拿下黄沙地块，并与长实联合开发，成为李嘉诚进军广州的第一个项目。而从2013年起，李嘉诚陆续抛售大陆资产，其中也包括以长实集团和记黄土的名义在广州投资的项目。与此同时，李嘉诚抛售大陆多个物业的资金转投海外，特别是英国，曾被报道买下1/4的英国。但从今年开始，李嘉诚却开始陆续抛售英国资产。3月11日，长实集团公告，拟7.3亿英镑出售英国伦敦物业。这是自2021年12月以42.81亿美元出售飞机租赁业务后，再一次出售巨额资产。该物业是瑞银集团伦敦总部所在大楼，最早由英国地产公司 British Land Co. 和新加坡主权基金 GIC 共同开发并持有。2018年6月，长实集团斥资10亿英镑收购该物业。长实集团表示，这次出售资产集团预期收益约1.08亿英镑，借出售事项释放该物业投资的潜藏价值，为股东创造价值，同时也可把资本重新分配至其他投资机会。自从疫情之后，李嘉诚在英国的投资遭遇了一些挑战，特别是酒吧生意。李嘉诚在香港的格林王酒吧关了几十家店，还裁员数百人。另外，这段时间的能源危机对李嘉诚在英国的生意挑战也非常大。事实上，英国脱欧之后，李嘉诚在英国生意的前景就非常难说了，因为英国经济目前遭遇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是通货膨胀，一方面是能源危机。于是2020年之后，李嘉诚就开始在英国出售资产。李嘉诚总计卖掉了欧洲1万多个电讯基站，其中大部分都是在英国。这次出售，李嘉诚套现了100亿欧元。另外，李嘉诚还卖掉了英国的一栋写字楼，前后，李嘉诚套现了英国1000亿。有消息说，李嘉诚还可能卖掉英国的电力公司。目前，李嘉诚家族已经收到了94亿英镑的报价。李嘉诚在英国套现了这么多钱，他会去哪里投资，自然就引起了大家的猜测。不久之前，李嘉诚已经确定进军越南市场。他的长实集团已经跟越南的胡志明市签订了合作协议，将在越南投资地产、
电力、能源等等生意。不过，现在李嘉诚已经确定回来中国。过去几年，偶尔会传出李嘉诚回到中国的消息，不过事实证明都不是真的。甚至前段时间有传言说李嘉诚回来广州度假，而且还发了照片出来。当然，最后证明这是2年之前李嘉诚带着周凯旋外出旅行的照片。现在内地房地产处于市场低迷的状态，李嘉诚的公司手握巨额现金，回来抄底正是时候。李嘉诚的长实集团在出售了一些资产之后，已经把负债率降低到3.3%，这是什么概念？内地的房地产公司之前动辄负债率超过了80%，现在可以判定，即使这次在广州没有成功，李嘉诚家族也会很快在其他地方参与拍地。事实上，这几年香港企业不断重仓大湾区，现在几乎所有香港地产商都认可大湾区的发展，因为文化上香港跟广州、深圳等地方非常接近，另外在生活习惯上也是非常接近的。香港企业在这些地方更加容易获得成功。李嘉诚的老朋友郑裕彤虽然去世几年，但是郑家已经在大湾区投资了2000亿。现在内地地产正是低迷期，李嘉诚手握数百亿现金，回来投资刚好就是机会。估计很快他也会看到李嘉诚家族参与北京、上海，还有很多2线城市的拍地。改革开放之初，进入内地房地产市场的多为香港的非主流房企，或者以机会型方式进入内地楼市的非房企业。蓬勃发展且单边上涨的内地市场，给了他们不同寻常的快速发展机会。他们也以那个时代对于内地而言的全新开发、融投资与规划理念，肆意捕捉着在香港这个已经进入寡头竞争阶段的市场难得的机会，并引领着内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堪称那个时代内地房地产市场规则及制度建设的老师。那个时候，大陆的房改尚未启动，房地产市场容量相对狭小，有着领先理念的港资房企在内地房地产市场一时风生水起，给市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至今大陆房地产市场，无论是从土地拍卖市场的建立，到楼市的预售制度、投融资体系，乃至二手房市场体系的建立，都或多或少有着浓厚的香港房地产制度的影子。而随着内地依托市场解决国民住房问题的房改活动的推进，和相关房地产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内地楼市迅速启动，香港各大主流房企相继进入内地市场。这些香港标杆性房企，以当时大陆上处于草莽阶段的房企同行们所不具备的巨大的资金规模、时尚的建筑规划和园林设计与项目管理水平、领先的开发理念与市场运作能力，成为各地政府的座上宾和招商引资的重点对象。在注重财务稳健和周期性风险的港资主流房企规模化进入内地市场后，之前一些机会型的中小港资企业迅速被边缘化，甚至被彻底挤出市场。但这些港资主流房企注重周期性风险和财务稳健的经营模式，也使得项目开发周期相对延长，乃至长期囤地而不开发，也成为这些企业的典型特征之一。目前，各地政府在经济下行引发的财政压力之下，还需要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进行逆周期调节，来稳投资、保增长和稳预期。对于土地出让金的渴求程度更是不言而喻。这也是当前无论从政策面、监管层还是大陆各个城市普遍大幅放松楼市调控的根本原因。在对土地财政收入需求极其迫切的土拍市场，相对于陷入流动性危机而朝不保夕的大陆民营房企和被迫配合上场的国央平房企，不缺钱、财力雄厚的港资房企受到欢迎和关注的程度，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一线城市的市场规模大，交易活跃，资产流动性好，且获取资产升值的空间较大，对于拥有雄厚资金、倾向于大体量投资的港资房企而言会更加安全。因此，港资企业出于投资安全和获取更多利润空间的诉求，更倾向于一线城市和一些成长迅速和潜力较大的二线城市。目前，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善和政府服务与管理的逐步规范，参与城市更新与旧改类项目的不确定性因素大为减少，开发风险大大降低，港资房企开始大规模进入城市更新和旧改领域，也就成为自然的选择了。资本是敏感的，更何况自诩为纯粹生意人的超人李嘉诚。因此，和记黄土参与广州土拍虽未有斩获，
但是风向标意义却昭然业内。不得不说，李嘉诚现在回来的时间真的是非常正确。内地地产经历了一轮洗牌，如今很多巨头都倒下了，市场开始回归理想，土拍价格也是更加符合真正的价值。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欢迎订阅并分享，我们下期见。